定是凑巧。六龙剑诀，一个习剑弟子，竟会九峰的真剑，梁王峰过线了。青儿，你资质不差，但较赵腊月，还是差那么一点。师兄，但也并非没有办法，请师兄指教。师兄，这是世月峰的真剑呐！六龙剑诀，刚猛如火，其中的心诀，正好可以弥补你剑势薄弱的问题。多谢师兄栽培。切记，只修行心法，不可在众人面前使用剑诀。这小子怎么会使出我世月峰的剑法？这下尚德峰可有的说了。哼，麻烦。转身。够了！你是想要羞辱我两望峰吗？承让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的剑不够快，所以我能看清楚，而我的剑比较快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剑本来就是最简单的东西，它不是别的任何事物，就是剑而已。飞在天上是剑，握在手里也是剑，懂了吗？这是我听过最简洁、最准确，也是最深刻的剑道理论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此人悟性之高，绝非常人可比。受教了。他是在给你出气。景九，你可愿意随我学剑？景九，你可愿来我西来峰城剑？哎，我以碧湖峰峰主的身份承诺你，只要你肯来无峰，无峰上下必将全力助你修行。云行峰苍美剑法，才与这少年最为相合。你们争什么仇？我说你们云行峰的是不是过分了？就是，我们先看上他，你们是想死吗？你们碧湖峰剑法根本就不是。闭嘴！你们以前不都觉得这个小家伙是废物吗？啊？怎么现在都变了？你们也好意思和我抢？啊？景九，你知道我和这些家伙不一样啊！我可是一直都很看好你的。哼，我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我早就发过话，景九只能是我们青荣峰的，你们谁要和我抢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看中这孩子的时候，莫师兄，你还不知道他是谁。师妹，此言差矣。2年前，听闻南松亭外门出了位智识过人、学识渊博的弟子，当时我便令人传话吕师侄，问那名弟子愿不愿来我世月峰。景九，你可还记得此事？
师兄，你那时候是要他去你峰下做个执事，哪里是这个景九仅靠一双肉眼便能捕捉到飞剑的痕迹，而且此子的剑源必定非常充沛，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挥动剑身，如此才能准确地击中顾青的飞剑，可谓剑道天才呀！也难怪这青山九峰，除了没封主的2望峰外，其他诸峰都来抢人了。3个天生道种，如今又来了个剑道天才，这青山宗真是羡煞旁人呐！啊，翠姨，除去2望峰，不该是8位长老吗？怎么才7位啊？你有所不知，这青山9峰之中，有座孤峰名神墨，峰上只有1个人，正是前不久飞升仙界的景阳真人。可那又如何啊？这景阳真人从不收徒，没有成见弟子，所以呀，自他飞升后，这神墨峰就封禁了。当初景师兄在南松亭的时候就不一般。是啊，我还受过他的指点呢。小圆，景师兄果然不凡哎！景九，你选哪座峰？我虚大，我十月峰别的没有，但有灵果可以说取之不竭。峰主那里还有好些东西，掌门都拿不到，这些都可以是你的。何不木，何不木，这个小人！我要再想想。可以，但在成剑大会结束之前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了不起，一般。你的剑道天赋能排进我所见过的人里前3。我觉得自己的剑道天赋冠绝青山。弟子赵腊月，前来成剑。你就不用看了。诸位，开始吧。你是我青山的未来，遇着庸师只会误了你的修行。还是我来吧。多年没有收徒，甚至很少参加成剑大会的尚德峰峰主袁奇经居然来了，而且决定亲自传剑。袁奇经可是青山剑律，他要亲自收徒，还有谁能与他相争啊？掌门师弟，前些年不是已经收卓如岁为关门弟子了吗？难道要破例？腊月受青山的委任，遇着庸师只会误了他的修行，还是我来吧。让他自己选便好。月儿，你且冷静些，怎么选都行，不要怕，怎么选都可以。不错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你。神墨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成剑神墨峰。你可知道，数百年来，神墨峰一直没有参加过成剑大会。知道，因为景阳师叔祖从不收徒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何还要选第9峰？再过几年，第9峰自会新力传承。我从未见过师叔祖，我只知道当年师叔祖路过朝歌城的时候，遇着了娘亲。当时我还在他的腹中，便被师叔祖指为了成剑弟子。自那不久，我便出生了。然后我开始修行。修行是件非常苦的事情，单调而枯燥，而且往往伴随着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。来到青山后，我更是勤奋的无法形容。用孟师当初的话说，
我刻苦的根本不像一个天才。豆蔻年华，我在云行峰顶一坐便是3年，蓬头垢面，满身灰土，为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一座新的什么峰，我要为神墨峰再续传承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因为我本来就是景阳师叔族选中的承线弟子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已经飞升，你跟谁学剑？伏斯剑随他而去，你又能成什么剑？依青山就立，只要我能登上神墨峰，拿到伏斯剑，便算成剑成功。神墨峰自尽，除非青山大阵新开剑脉，方能打开道路。你要续神墨峰剑脉，青山大阵自然无法助你。登峰之路无比凶险，不要说你只是个诚意境的普通弟子，即便是你有野境的师叔们，也必是九死一生的下场。如此，你还是坚持？师叔祖的剑诀，名九死，有九死不悔之意。我既然要继承师叔祖的剑，又怎会怕死？好，好，好。原来你是小师叔选出的弟子，小小年纪便如此气魄。若你失败而侥幸未死，3年内只能在溪畔自修，明白吗？啊，3年，这也太苛刻了。嘘，小点声。也还好吧。这个惩罚看似普通，实际上非常重。这怎么说？无法接触到真正的玄妙剑诀，更无名师指点。就算赵腊月是天生道主，修行也会非常困难，至少和那些成剑成功的同门相比，会慢很多。再说，修行这种事情，一步慢，步步慢，如此沉重的后果，谁愿承受啊？那可否让赵师妹入两望峰？对呀，还有两望峰呢，不愧是大师兄。我觉得可以。翠姨，我听说的两望峰可以接触到青山珠峰的所有剑法，这么说，赵腊月的修行就不会有阻碍了。这过南山不愧是青山首徒，聪慧而又极致。你就这么想上那座山？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我也选神墨峰。他怎么也选神墨峰？是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只要你们能够登上峰顶，找到伏斯剑，便会承认你们重续景阳真人的传承。师妹，有问题就退下来，莫要不舍。何必如此逞强？总之一切小心。多谢师兄先前说的那番话。不过就算失败，我应该也不会去两望峰。抱歉。其实，你真有可能会死。既然如此危险，你其实不用跟着我。哦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很好奇上面有什么。有人在前面开路，可以省些力气。那你要跟紧。景九，注意安全啊！哼，这才有意思嘛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还把眼睛闭上了？用眼与耳无法判断剑意在何处，也就无法找到剑阵的规律，所以他干脆闭上眼睛，只用剑识感受剑意。这当然极为冒险。清酒，这是跟腊月师姐学的动作。啊，这样也行啊！投机取巧也是本事，景师弟真是无耻。